每年中元普渡，看着门口金炉里熊熊燃烧的火光，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曾闪过一个念头：等哪天我也成了神明桌上的神主牌，现在的年轻人还会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为我点上这炷香吗？这真的不是我们杞人忧天。你看看现在的社会，年轻人生存压力多大，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很多人结不了婚，或者选择了不生小孩。老一辈那种生生世世香火不断的期盼，在现实的重压下变得非常脆弱。如果我们把身后的安稳全压在子孙的孝顺与能力上，一旦这条血脉断了，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难道只能沦为无家可归、挨饿受冻的孤魂野鬼吗？今天我们不谈鬼怪迷信，而是用佛法最深层的道理和老祖宗的最高智慧来聊聊这个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的真相。看完后，你将学会3个立刻就能做到的微小布局，不仅让自己身后安稳，更能为子孙留下无量福报。当人在世的时候，身体里有一口气，因为这口气，我们能说话，能吃饭，能走动，能感受阳光的温暖。当这口气断了，肉身虽然尘归尘，土归土，但那股无形的能量在佛法里称为神识，民间叫做灵魂，真的会就此凭空消失吗？老祖宗说得很明白，这股气会转化为一种无形的磁场。你想想看，你跟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流着相同的血脉，这份血缘就像是我们以前用的收音机天线，或者是现代人天天依赖的网络讯号。用肉眼看，半空中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只要频率一对上，频道一调，声音马上就出来了，网络马上就通了。祖先和子孙之间靠的就是这条血缘的专属天线，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听不到不代表没有感应。这在佛学里叫做同业相引，也就是相同业力与缘分的互相感召。讲到这里，很多人会问，既然祖先变成了无形的磁场，那我们中元普渡拜拜，供着白饭，烧着线香，甚至烧化纸钱，他们真的吃得到、用得到吗？这是不是一种落后的迷信？其实这背后有着极其深奥的物质与能量转换原理。你想想，阴间的仙人已经没有了肉体，他们不可能像我们活人一样直接端起一碗白饭吞进肚子里，也不可能直接拿着阳间的实体钞票去买东西。跨越了阴阳两界，物质是过不去的。这时候就需要一个转换器，这个转换器就是火。在传统的义理与佛学的观念中，火代表着光明，更代表着转化。当你点燃一炷香，当你烧化一张金纸，当你在神明桌前摆上热腾腾的饭菜，透过火的燃烧，透过热气的蒸腾，再加上你心里的善念与期盼，有形的物质就被转化成了无形的气与能量。祖先在另一个世界真正接收到的，不是那张纸的灰烬，也不是那碗饭里的实体米粒，而是被转化过后的纯粹能量。所以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祭拜过祖先的饭菜，有时候味道会变淡，甚至很快就失去了食物原有的鲜味。民间传统的说法是，里面的气已经被祖先吸走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物质的空壳。所以烧香供饭从来都不是愚昧的迷信，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设计。
是阴阳两界之间一种真实且充满温度的能量传递。但是这种传递有一个极大的致命伤。我们传统世俗的祭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血缘。你是我儿子，你拜我，这叫血脉相连。可是血缘这个东西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万一这条血脉断了呢？万一子孙不孝顺，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呢？又或者万一子孙自己都自顾不暇，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哪里还有余力去顾及身后的祖先？当这条唯一的血缘天线断了，当没有人再透过火为他们转换能量，祖先在那个无形的世界里就会陷入彻底的饥渴与寒冷。这就是佛法中所说的落入了无人救拔的困境，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子孙在普渡时送来丰盛的能量，自己却只能在一旁受苦。难道我们身后的安稳只能像买彩券一样全压在子孙的孝顺与能力上吗？为了让你更深刻地明白血缘的脆弱，我们来说一个发生在台北的真实故事。在万华，曾经有一位做五金建材起家的陈大哥。陈大哥这一生就是台湾老一辈人最典型的缩影。他白手起家，吃尽了苦头，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拿来栽培3个儿女。他对神明、对祖先有着极深的敬畏。以前只要一到农历7月中元普渡这一天，陈大哥绝对是全家起得最早的那个。他会亲自去市场挑选最肥美的山参，买最新鲜的柿果。家里的神明厅前供桌总是摆得满满当当，他总是一边烧着金纸，一边对身边的孩子们耳提面命。做人绝对不能忘本。今天我们能有这口饭吃，都是祖先保佑。你们以后也要这样，代代相传，知道吗？孩子们当时点头如捣蒜。陈大哥走的那年，丧礼办得很风光，告别式上3个儿女哭得撕心裂肺，跪在灵前发誓，一定会好好照顾家里，一定会年年回来看爸爸。然而时间是世间最无情的橡皮擦。头2年每逢清明、中元，孩子们还会聚在一起隆重的祭拜。但到了第5年，情况变了。那年的中元节刚好撞上公司的大专案，大儿子在竹科当高阶主管，天天加班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心里想，老爸生前最疼我，一定能体谅我为了事业打拼，今年就先让弟弟去拜吧。偏偏小儿子那段时间正带着一家大小在日本北海道旅游。他看着手机日历，心想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心意到了就好，回国再去庙里补拜一下，老爸不会介意的。至于嫁到台中的女儿，婆家规矩多，他心里嘀咕，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娘家的普渡理当由兄弟们负责，我回去也不合规矩。就这样3个儿女，每个人都有一个看似完美无懈可击的理由，每个人都以为对方会去处理。结果呢，那年中元节，陈家那张曾经摆满丰盛菜肴的供桌上空空荡荡，别说3生4果了，连一碗最便宜的泡面，一杯最简单的清水都没有人端上去。神明厅里冷清清，连一炷香都没有点燃。在我们阳间看来，这不过就是一次错过的仪式，不过就是家人之间沟通不良的误会。但在阴间，这却是一场难以承受的灾难。中元节是阴阳两界磁场最接近、通道最敞开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陈大哥的灵魂
满心欢喜地回到家门口。他看着左邻右舍的祖先，正开心地享受着子孙供奉的热气，接收着那透过火光转化而来的温暖能量。大家都有新衣服穿，都有满满的福报与金钱可以拿来打点阴间的生活。可是陈大哥呢？他站在自己拼搏了一辈子才买下的房子里，等啊等，从白天等到黑夜，神明厅里一片漆黑，没有火光，没有香气，没有半点能量传递过来。阴间的气场是极度阴寒的，没有了子孙祭祀的能量转换，灵魂就会开始感到饥饿，感到刺骨的寒冷。陈大哥生前是个多么要面子，多么呼风唤雨的老板，此刻他却只能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缩在自己家神明厅的阴暗角落里，瑟瑟发抖。他不生气，他只是觉得无比的悲凉。他看着大儿子在会议室里意气风发，看着小儿子在日本吃着和牛，看着女儿在婆家看电视。他突然明白，原来自己倾尽一生拉拔长大的骨血，在世俗的忙碌与冷漠面前，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佛法里常说恶鬼道，很多人以为要做尽坏事才会掉进恶鬼道。其实，当一个灵魂失去了供养，执念又被困在原地，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饱餐，自己却连一滴水都喝不到，这就等同于活生生的陷入了恶鬼道的边缘。但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我们前面说过，血缘是一根双向的同频天线。陈大哥在阴间的饥寒交迫，那种极度的失落与痛苦，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沉重的负面磁场。这股磁场无处可去，只能顺着血脉的天线直接倒灌回3个儿女的身上。这不是祖先在惩罚子孙，这叫阴阳共振，业力牵引。不到3个月，大儿子原本10拿9稳的升职案，莫名其妙被一个空降的主管截胡了。他开始严重的失眠，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觉得浑身发冷，像掉进冰窖里一样。人在日本的小儿子回国前一天租车自驾，明明是大白天，却一阵晃神，车子直接撞上护栏。虽然人受了轻伤，但后续的赔偿和官司让他焦头烂额。女儿呢，原本乖巧的孩子，突然性情大变，天天在学校跟同学打架，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这一家人到处去求神问卜，最后遇到一位真正懂得因果的老和尚。老和尚只问了一句话：你们家今年的中元普渡是谁主理的？3兄妹面面相觑，瞬间哑口无言，随后冷汗直流。老和尚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以为祖先只是牌位上的一个名字吗？你们在阳间享受着老父亲留下来的福报，却让他在下面挨饿受冻，树根都已经枯萎花烂了，你们这几片树叶怎么可能还会翠绿茂盛？这就是传统世俗祭拜最大的痛点，把身后事，把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安稳全部压注在血缘上，风险实在太大了。因为人是会变的，记忆是会淡忘的，世间的无常随时会打乱子孙的生活步调。只要子孙一忙一疏忽，或者遇到不孝子孙，这条血缘的供养线瞬间就会断裂。当血缘变得如此脆弱，当我们无法保证未来的子孙能永远在神明桌前为我们点上一炷香，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一种力量是超越血缘，永远不会断绝？
甚至能让我们彻底摆脱这种恐惧的靠山。面对血缘的脆弱，我们不需要去苛责子孙。佛法教导我们要用慈悲的眼光看世界。你要明白，世间万物都逃不过2个字，叫做无常。有时候不是子孙不孝顺，而是世事真的太无常。也许是他们为了生计被困在异乡，连买张车票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也遭遇了巨大的坎坷，病痛缠身，自顾不暇。又或者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太快，少子化，不婚族越来越多，有些家族的血脉走到这一代，真的就自然而然的停止了。难道血脉断了，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就注定要在无尽的虚空中饥寒交迫的流浪吗？各位朋友，如果你现在心里有这样的焦虑与恐惧，请你深吸一口气，把心放宽。因为在我们老祖宗的最高智慧里，在佛陀流传下来的慈悲教诲中，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终极的解药。这个解药是一种比世俗血缘还要强大，还要宽广无数倍的超级靠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根本大招，叫做法缘。什么是法缘？我们在用现代人最熟悉的网络来打个比方，传统靠子孙祭拜的血缘，就像是一条单线的专属电话线，这条线只牵在你跟你的儿女、孙子之间。这条线虽然亲密，但非常脆弱。只要遇到台风、遇到意外，或者只要有一方忘记缴电话费，这条线啪的一声就断了。线一断，你就彻底失联了，什么能量都接收不到。但是法缘完全不一样，法缘是你直接连上了佛菩萨的无限宽频，是你把自己接入了整个宇宙最庞大、最亲近的正能量网路。这是一张永远不会断线、永远不会停电、没有任何死角的超级防护网。这就是佛法里常说的法界供养与誓愿超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你担心未来没人为你点那一炷香，或者你不舍得未来的子孙为了祭拜你而奔波劳累，你完全可以未雨绸缪，在生前就把自己的身后事妥妥当当地托付给亲近的道场。现在台湾有很多正信的佛教寺庙都有提供安奉牌位的服务，你把自己的未来安顿在这样的地方，这跟你孤零零地被安置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是普通的灵骨塔里，有着天壤之别。你想想看，在正信的道场里，每天迎来送往的是什么样的磁场？那里每天清晨有钟声，傍晚有鼓声，每天都有出家法师、高僧大德在那里早晚课诵经。那里点着的是最亲近的檀香，供奉的是诸佛菩萨的慈悲。逢年过节，特别是到了农历7月的中元节，寺庙还会举办盛大的超拔法会与盂兰盆法会。在这样的法会上，成百上千的信众聚集在一起，大家双手合十，用最纯粹的善念诵读着经文。那种汇聚了万人愿力的诵经声，那种回荡在整个大殿里的梵音，会形成一股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震撼阴阳两界的巨大能量。当你的名字，当你的神识安奉在这样的法界之中，你就再也不需要眼巴巴的苦等着某一个子孙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抽空来给你在工桌上摆一碗饭了。因为每一天你都在沐浴着佛光，每一天你都在接受着十方大众诵经回向的功德。这种能量
比几只烤鸡、几叠金子要清净纯粹成千上万倍。它不仅能让你免受恶鬼道的饥寒之苦，还能不断地洗涤你灵魂深处的执念与业障，帮助你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安宁祥和，甚至最终往生净土。这就是法缘的威力。血缘是世俗的牵绊，有爱也有怨，充满了人性的弱点与无常。而法缘是出世间的解脱，是诸佛菩萨无私的悲悯，它不生不灭，无边无际。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等于在生与死的考卷上提前写下了标准答案。你把对子孙的依赖转化成了对佛法、对宇宙大道的皈依，这不仅放过了未来的子孙，不给他们留心理压力，更是放过了你自己，让你的灵魂得到真正的自由与超脱。但是听我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心里还是会觉得有点抽象。把牌位放在寺庙里，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吗？法缘真的能抵挡得住阴间的凄凉吗？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充满智慧的老大姐，她是如何用一己之力，靠着法缘的力量，不仅让自己身后风光无限，甚至还反过来度化了阳间那些原本对她不闻不问的亲戚。在台湾南部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张大姐，张大姐的先生走得早，唯一的独生女又远嫁到国外，几年才回来一次。在世俗的眼光里，她就是标准的独居老人，晚年看起来似乎有些孤单凄凉。很多跟她一样处境的老人家，每天都在怨天尤人，逢人就哭诉自己命苦，担心以后老了病了没人管，更担心死后连个捧豆烧香的人都没有。你看那些成天抱怨、心里充满恐惧的人，相由心生，通常面相都会越来越苦，眉头深锁，嘴角下垂，印堂发暗，那是心里的苦毒把福气都耗尽了。但是张大姐完全不一样，随着她越深入接触佛法，整个人反而脱胎换骨。如果你懂得一点相学，去看晚年的张大姐，那真是一脸的菩萨相。她原本深深的法令纹变得柔和，眼神里没有世俗老人的浑浊与焦虑，反而透着一股清澈慈悲的光芒。那是因为她心里通透，把世俗的无常看成了真正的解脱。张大姐早就看穿了血缘的局限，她常笑着说，女儿有她自己的人生要顾，我这把老骨头何必用亲情去绑架她？我的身后事不靠血缘，我要去攀佛菩萨的法缘。在她70岁那年，张大姐做了一个极具大智慧的决定，她亲自到了一间非常清净正信的寺院，拿出了自己存下来的一小笔积蓄，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往生超荐牌位。他把自己的未来安安稳稳地托付给了这片清净的佛门净土。他平时就常去寺里做义工，听经闻法，和法师们结下了很深的善缘。几年后，张大姐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如同世俗预料的，她的告别式非常简单，女儿赶回来，没有请庞大的阵头，没有摆满街的鲜花，也没有烧成山一样的金子。很多不知情的亲戚邻居在背后叹息，说这老太太真可怜，忙碌了一辈子，走的时候这么冷清，连个像样的普度都没有，在阴间肯定要挨饿受冻了。然而这些凡夫俗子的肉眼怎么看得见法界中那无比殊胜的震撼画面？时间来到了那年的农历7月中元节，
世俗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正顶着烈日，满头大汗的在路边烧着金纸，而前面提到的陈大哥正缩在阴冷的角落里，苦苦等待着子孙的香火。但张大姐呢，在那座她生前结下深厚法缘的寺院里，正举行着盛大的中原盂兰盆操法法会。大雄宝殿内钟鼓齐鸣，香烟缭绕，几十位持戒清净的高僧大德带领着几百位信众齐声恭诵经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那不是阳间普通的一碗白饭、一叠纸钱可以比拟的。那是几百人纯净无私的善念，是诸佛菩萨慈悲大愿的教诲。在阴间的磁场中，当世俗的亡魂还在为了一点贡品的香气而互相争夺时，张大姐的神识却是端坐在寺院为她设立的牌位之上。法会上每一次敲击的木鱼声，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都化作了漫天金色的光芒，如甘露般洒落在她的身上。她不需要经历任何恶鬼道的饥寒，也不需要苦苦盼望女儿从国外飞回来给她点一炷香。那浩瀚无边的法界能量，不仅让她得到了无上的安稳与饱足，更直接洗涤了她生生世世的业障，让她的灵魂无比轻盈自在，充满了往生净土的资粮。最不可思议的是，这股强大的法缘还产生了奇妙的反向回响。远在国外的女儿，原本因为没能为母亲大操大办丧事而深感内疚，甚至一度罹患了轻度忧郁症。就在中原法会圆满的那天晚上，女儿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母亲站在一片温暖的金色莲花池畔，脸上带着她见过最慈祥最圆满的笑容，浑身散发着柔和的光晕。母亲轻轻地对她说话：孩子，我在佛菩萨这里过得极好，你放下执念，好好过你的人生。女儿醒来后泪流满面，但心中的大石头却瞬间粉碎，那种长达几个月的胸闷与焦虑奇迹般的一扫而空。她真正明白了母亲生前常说的，把心安顿在法界，就是给子孙最大的福报。这就是两个故事中最巨大的差别。陈大哥把所有的希望都压注在世俗的血缘上，结果子孙一忙碌一疏忽，他就堕入了饥寒交迫的深渊。而张大姐看破了无常，用超前的智慧将自己的未来绑定在无量无边的法缘上，不仅自己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与大安稳，甚至还跨越了太平洋，用正能量治愈了阳间的女儿。这就是法缘的绝对碾压。这也是佛教教导我们，为什么要在活着的时候就要懂得为自己的灵魂寻找一个永恒归宿的终极智慧。那么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中原普渡，作为一个还在阳间还在为生活打拼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像张大姐一样，为自己也为祖先布下这盘最圆满的法缘大局呢？接下来我为大家梳理了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着手进行的微小行动清单。这3个布局不复杂，不需要你花大钱，但只要你用心去做，就能瞬间扭转你家里的磁场，为你和子孙种下无量的福报。第一个布局，世俗的圆满，带着关心去祭拜，而非机械的走过场。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中原普渡的时候，买了满桌最贵的贡品，烧了沉香的金纸，但整个过程眉头深锁，一边拜一边抱怨天气热，一边在心里
盘算着下午还要赶去哪里办事。如果你是带着这种烦躁、急功近利的心情去祭拜，那你烧再多的东西，祖先在下面接收到的气也是充满了焦虑与浑浊的。今年的普渡，我们换一个方式，当你在神明桌前或者在社区的中庭点燃那炷香的时候，请你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把心静下来。这就是佛法说的观心。你不需要念多么复杂的咒语，你只需要在心里默默地对祖先说：历代祖先，过去这一年大家都辛苦了，今天准备的这些贡品，请您安心享用。我们在阳间一切都好，会好好做人，请您放下执念，跟着佛菩萨的光明走。当你用这种全然感恩、没有怨气的心态去沟通时，你送出去的能量是纯金色的。古人讲相由心生，这不仅仅是一句俗话，更是深奥的相学与佛理的完美结合。当你心里充满了对祖先的感恩与对法界的敬畏，没有了世俗的恐惧与怨恨，你的面相自然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你会发现自己的眉眼变得柔和，印堂的光泽不再暗沉，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令人安心的气场。这就是最顶级的风水，也是对现有血缘最圆满的交代。第二个布局，法缘的建立为先人与自己在亲近道场留一个位置。很多人觉得去寺庙立牌位、办法会是不是要花很多钱？是不是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办得起？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正信的佛教道场讲究的是你的发心，而不是你的财力。今年中元节，如果你有时间，请亲自去一趟家附近的亲近寺院，或者那些长期在做慈善、风气纯正的道场。你可以随喜一点香油钱，为家里的历代祖先，甚至为那些无主孤魂写一张超荐牌位。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意义非凡，这等于是你亲手帮祖先从那条脆弱、随时会断线的血缘天线，直接插上了佛法无边无际的无限宽频。他们能在法会上听经闻法，领受亲近的能量，更进一步来说，这也是在为未来的你自己铺路。当你习惯了与法界结缘，你的心里就会生出一种强大的安全感。你知道，无论未来世间如何无常，无论儿女是否随侍在侧，你的归宿早已经安顿在深深的梵音与诸佛的愿海之中。你把世俗的牵绊转化成了出世间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未雨绸缪。第三个布局，每日的微小回向，睡前3分钟的能量储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不是只有在农历7月才做，更不是非要剃度出家。真正的修行就藏在你每天睡前的那3分钟里。这是我极力推荐大家一定要养成的好习惯。每天晚上，当你盥洗完毕，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前，请你闭上眼睛，深呼吸3次，回想一下今天一整天你不管做了什么微小的善事，也许只是对便利商店的店员说了一声谢谢，也许只是在捷运上让了一个座位，也许只是忍住了一句本来想骂出口的狠话。把这些微小的善念在心里集中起来，然后默默地念一句：于愿将今日所有善念与功德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回向给历代宗亲，愿大家都能离苦得乐，平安吉祥。不要小看这短短的3分钟，这就像是在你灵魂的银行账户里
每天存入一笔名为慈悲的定存，日积月累，这股回向的力量会形成一个极其庞大、坚不可摧的防护罩。当你习惯了每天把善意发射给整个法界，法界自然会用100倍、1000倍的平静与顺遂来回应你。你的睡眠会变得深沉，你的噩梦会减少，你醒来时的精神会无比饱满。这3个布局：世俗的感恩、法缘的建立、每日的回向。只要你从今天开始做，你就不再是一个被命运和无常推着走的凡夫俗子，而是自己生命磁场的真正主人。各位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像是在这世间借助的一场短暂旅程，我们总有一天会把这具肉身还给天地。面对生命的终点，面对传统中元节的种种规矩与牵绊，我们真的不需要再充满恐惧，也不需要对未来的子孙充满着患得患失的焦虑。因为佛法告诉我们，生命最宽广的归宿从来都不在世俗那张小小的供座上，而是在我们自己清净无私的本心里。当你懂得把心安顿在法界之中，懂得未雨绸缪，把世俗脆弱的血缘升华为无边无际的法缘，你的生命就再也没有匮乏，再也没有孤单与恐惧。这不仅是对自己生命最大的慈悲，其实也是对子孙最深远的爱。因为你放下了执念，让自己得度，也让孩子们的心灵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在这个充满感恩与敬畏的农历7月，我想邀请荧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和我们一起做一件充满力量的小事。请您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写下这句祈福的话语：愿以今日善念广结十方法缘。如果您心里有深深思念的已故亲人，或者想要感恩的历代祖先，也请您把对他们的祝福一起写下来。不要小看这短短几个字，当我们汇聚了100人、1000人，甚至上万人的善念时，这个留言区就会变成一个充满了无比正能量的清净磁场。这股不可思议的共振能量，不仅会回向给您的历代宗亲，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无上的清凉与安稳，这份善念更会化作无形的福报，庇佑着您与您阳间的家人逢凶化吉，平安顺遂，相逢即是有缘。修行这条路，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人。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能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为您带来一丝丝心灵的平静与依靠，非常诚挚且礼貌地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把这份善缘分享给身边您在乎的亲朋好友。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继续传递正能量的最大动力。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愿我们都能在无常的世间找到永恒的安稳。祝福大家身心自在，法喜充满。我们下期再见。